他是《古惑仔》中的配角，但其角色形象却深入人心，红极一时，甚至曾一度超过主角陈浩南。他就是山鸡。同陈浩南标杆性的角色不同，山鸡可以说是《古惑仔》中最复杂的角色，也是整个系列中最接近《古惑仔》原型的角色。刚刚出场时的山鸡头脑简单，不服就干，甚至可以说呢有些愣头青，但同时他又重情重义，作为陈浩南坚实的后盾，曾多次拯救陈浩南于水火之中。除此之外呢，山鸡的形象设计也可以说是《古惑仔》中最出彩的。同陈浩南、大天二等人带有强烈时尚标签的形象不同，山鸡几乎永远都是小寸头、黑墨镜，再搭配上中山装或者西装，这种形象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过时。不过除了这些之外，山鸡最大的特点还是好色。在《古惑仔》的第一部《人在江湖》中，他甚至因为和3个美女运动，直接错过了第2天的行动，间接导致巢皮惨死，陈浩南被抓。人间自有真情在，只要是妞我都爱，这句话就是出自山鸡之口。那么山鸡为什么如此好色呢？是不是从小他就是这个样子呢？今天我们就通过《友情岁月之山鸡故事》讲述一下山鸡的成长经历。影片采用倒数的方式，山鸡和包皮到红星13妹和韩冰澳门的厂子里做客。从几人的寒暄中我们知道，山鸡此时已经和牧师重炮的女儿分手，并且13妹也和韩冰走到了一起。从这2点来看，这部电影的时间线应该在《古惑仔正传》的第5部龙争虎斗之后，第6部胜者为王之前。之后呢，山鸡从13妹带来的舞女中选出了一位外表清纯的留下作陪。一阵推杯换盏之后，2人也到了运动时间。可山鸡刚进浴室，一个服务生呢就突然闯了进来，声称这名舞女是他的女友。身为红星第一红棍的山鸡，此时居然愣在了原地，丝毫没有要动手的意思。不过山鸡不动手，并不代表韩冰不会动手。山鸡是他请的客人，搅黄了山鸡的好事，就是服了他的面子。韩冰一怒之下呢，要打断服务生的腿，服务生赶紧向山鸡求救。山鸡这才知道，原来他是骆永豪，正是山鸡初恋情人骆永之的亲弟弟。影片也由此进入回忆。山鸡原名赵山河，1972年出生在香港乌村区，这里贫穷落后，鱼龙混杂，大人们整日忙于生计，对孩子疏于管理，因此呢，小孩子们整天拉帮结派，乌村成了黑社会滋生的温床，山鸡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从小的愿望便是成为古惑仔，将来呢做一名老大。这天呢，一户人家搬到了乌村，正是骆永之、骆永豪和他们的母亲。因为初次见面，山鸡带着一只小鸡，所以骆永之干脆便叫他小鸡，这也是小鸡这个外号的由来。不过脾气火爆的山鸡听后，竟只是傻傻看着他发笑。在得知骆永之住在自己对面后，山鸡更加高兴。就这样呢，一来二去，2人成了朋友。不过由于乌村鱼龙混杂，所以骆永之的生活也并不平静。这天他放学经过一个杂志摊，一时好奇翻看了其中一本，结果就被垂涎他美色的大天二堵在墙角，硬是要搜身。山鸡发现后，立刻将骆永之护在身后，二话不说呢，就和大天二打了起来。其实山鸡看到骆永之的第一眼就认定了他，虽然此时的他并不懂什么是爱情，但既然是自己认定的女孩，那就必须保护她不受伤害。晚上的山鸡偷偷将骆永之叫了出来，2人就在这个昏暗的楼道中约定，他要保护她一辈子。也许是因为立下了誓言，山鸡要让乌村的人都知道骆永之是他山鸡要保护的女人，没有人可以动她。于是呢，便和巢皮、包皮一起砸了大天二的杂志摊。还好大逼哥及时出现，这才没有酿成惨剧。大逼哥各打50大板，十分公道地处理了这件事。在他的撮合下呢，大天二和山鸡也成了兄弟。但山鸡这种古惑仔的报复方式，却让骆永之十分介意。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古惑仔，黑社会都是些无恶不作的坏人，并且他们全家之所以要搬到香港，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是黑社会老大。但此时的山鸡并不理解骆永之的话，在他看来，只有做到黑社会老大，才能不被欺负，才能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。时间呢，一天天过去，2人也逐渐长大。骆永之刻苦学习，上了大学，而山鸡依旧无所事事，和大天二4人整日在乌村游荡。不过呢，这并不影响山鸡喜欢骆永之，在他的眼里呢，骆永之永远都是那么美。这天呢，山鸡终于鼓起勇气约他去看电影。他们要看的是周星驰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。这部电影上映于1993年，也从侧面说明了电影的时间线。回到电影，令山鸡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骆永之已经有了约会的对象，他叫乔治，是骆永之的同学，还开着敞篷跑车，比山鸡不知道优秀了多少。并且骆永之很快就将乔治带到了家里，见了自己的母亲。山鸡知道自己比不上乔治，失魂落魄的他马上便找了一个女孩，准备发泄一下心中委屈和怒火。这里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山鸡在乌村还是有一些名声的，并且从他的这个效率来看，大概率有很多女孩都喜欢他。不过就在他准备对女孩下手时，突然听到一阵哭泣声传来，在发现哭的是骆永之后，
后，山鸡立刻打发走女孩。追问之下，他才知道，原来乔治嫌弃骆永之家里太穷分手了。山鸡高兴之余，用儿时的办法安慰了骆永之，两人重归于好。之后呢，山鸡又带着大田二几人找到乔治，从他那里敲诈了几万元，并用这些钱给骆永之买了一只金表。虽然山鸡是想用这种方式补偿讨好他，但骆永之显然不认同山鸡的做事风格。逼问之下，他才得知，原来山鸡已经加入了红星，成了四九仔，并投靠了大逼哥门下，这让两人彻底决裂。山鸡终于明白，原来他儿时的话不是说说而已。从这时起呢，两人便形同陌路。山鸡失落之余，也将心思全都投入到事业上。这天呢，他陪着大逼哥去和福建帮的老大谈生意。这个老大专门走私豪车，为人也十分豪爽，当场就将舞女都叫了进来。可山鸡万万没有想到，进来的人中竟然会有骆永之，并且福建帮的老大一眼就看中了他，买了全中。山鸡当然无法接受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拥入怀中，于是他奋不顾身，请求福建帮的老大再换一人。此语一出，着实把大逼哥吓得不轻，他赶紧为山鸡解释，可山鸡却寸步不让。不过恰恰是他的这种胆识呢，让福建帮老大十分欣赏，于是便将骆永之让了出来。之后山鸡才得知，原来他的母亲生了重病，骆永之不得已才来做了舞女，因为他穿得太暴露，就连路人都忍不住想来问问价格。山鸡呢忍无可忍，当街呢就和路人打了起来，就像小时候对待大天二那样。骆永之这才明白，不管山鸡是不是古惑仔，他对自己的那颗心从来都没有变过，于是便辞去了舞女的工作，带着山鸡来到了医院。可由于凑不出医药费，骆永之的母亲呢很快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临终前呢，他将女儿和儿子托付给了山鸡。虽然山鸡是古惑仔，但是古惑仔中也有心地善良的好人。骆永之的母亲去世后呢，山鸡便打算带着骆永之姐弟回到澳门，三人约好在码头见面。可就在他出发前呢，大逼哥突然找到山鸡，让他陪自己去和福建帮老大谈一笔生意。原来最近红星有人也做起了走私，大逼哥一听便知道是亮坤搞的鬼。但福建帮老大显然不信他的说辞，山鸡发现每一张桌子下面都藏着一把刀，于是在和大田二合计之后，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。混战中呢，山鸡杀了福建帮老大，他不得已只能跑路。而在码头等了整整一天的骆永之见山鸡迟迟未到，失望之下呢，便独自带着弟弟骆永豪去了澳门。也许这就是宿命，他们两人注定无法在一起。山鸡去投靠了表哥黑哥，可一进门就见到一位失身的美女蹲在船上洗头。美女误以为山鸡是个流氓，于是便打算赶他走。直到表嫂出现，山鸡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个美女是表嫂的妹妹媚珠。之后山鸡便在这里住了下来。由于黑哥去了台湾发展，表嫂又在香港开了店铺，很少在家，所以山鸡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媚珠在一起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媚珠也发现山鸡心地十分善良，渐渐的对他产生了好感。一次两人一起去帮表嫂送鱼，在回家的路上却被同行围了起来。原来他们因为生意太好，遭到了同行的嫉妒。山鸡呢挺身而出，从乱棍之下救出了媚珠，并且当了多年古惑仔的他，三言两语就将这群人震慑得不敢说话，这让两人的感情直线升温，干柴烈火。两人当晚就做起了运动。可就在这时呢，山鸡从电视上看到了骆永之的消息，原来他去竞选香港小姐，但不知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，杂志上居然爆出他曾在夜总会做过舞女的旧事。山鸡十分担心骆永之，于是立刻打电话给包皮，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查到骆永之的电话号码。经过努力呢，他终于联系上了骆永之，不过两人的对话却被媚珠听得一清二楚。他这才明白，原来自己只是个替代品。很快呢，山鸡便回到香港见了骆永之，两人旧情复燃。幸运的是，大逼哥也帮山鸡摆平了福建帮。他们决定不再追究山鸡，但事实上，大逼哥之所以能摆平福建帮，根本原因是山鸡杀了他们的老大，二把手才能上位。如果从这点来看，他还要感谢山鸡。两人的感情直线升温，很快呢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但天不遂人愿，就在他们结婚当天，山鸡突然收到大逼哥被人砍的消息，义字当头的他立刻赶过去支援，结果一时失手捅死了人。眼看追求了20几年的幸福即将到手，结果山鸡却被捕入狱。也许这真的是宿命。最终山鸡因误杀罪被判了4年监禁。出狱之后，他再也没有找到骆永之的踪迹。之后便是古惑仔主线剧情的故事，直到他和牧师重炮的女儿分手，在这里遇到了骆永豪。之后山鸡得知，当年他在入狱之后，骆永之伤心欲绝，离开了香港，去了英国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回来。时间线回到现在，几天后呢，韩冰和13妹大婚，红星各堂口老大赶来祝贺，陈浩南、大飞、鸡哥纷纷来了把客串。不过山鸡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这个婚宴上，他竟再次见到了那个令他朝思暮想的女人骆永之。时过境迁，再见佳人，竟已是物是人非。他现在已经是国际大毒枭克里斯的妻子。不过山鸡也早已是功成名就，他在红星、3联帮、山口组都有着极高的声望，因此山鸡认为自己现在绝对有能力保护心爱的人，于是便直接将
将电话打到了骆永之的房间里，向克里斯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。克里斯勃然大怒，将骆永之暴打一顿。次日一早呢，骆永之趁克里斯不注意，偷偷溜出来见了山鸡。他这才知道克里斯的真实身份。骆永之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感情，当场就决定和山鸡一起离开，哪怕克里斯要报复他们。谁知克里斯就一直跟在他们身后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克里斯准备掏枪时，没想到他竟从口袋里拿出了骆永之的护照，并告诉他们两人相遇时自己是个绅士，所以在离开时他也要保持绅士风度。不过克里斯在离开后不久就被逮捕入狱了。原来国际刑警和澳门警方早就盯上了他。山鸡和骆永之呢再次走到了一起，现在山鸡功成名就，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在一起了。两人迅速选好了结婚的日子，并开始筹备结婚事宜。就在两人畅想未来的幸福生活时，突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停到两人车旁，一枪打在了骆永之的胸口。两人的幸福也在这声枪响后永远画上了句号。也许这就是宿命，两人从相遇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无法在一起。后来山鸡查到这个枪手就是克里斯派来的。影片在无尽的悲伤中落下帷幕。看到这里，你也许就明白山鸡为什么会那么好色了。他并不是个多情的人，相反，山鸡十分专一，只不过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罢了。这也许正应了那句老话：一天是古惑仔，一辈子都是。古惑仔是没有明天的。这部《友情岁月之山鸡故事》上映于2000年。虽然这部电影是作为《古惑仔胜者为王》的前传拍摄的，但事实上，电影中的剧情和《古惑仔》的主线剧情存在矛盾。这部电影中，山鸡明显是先于陈浩南加入红星的。虽然原著漫画中的剧情也是如此，但人在江湖中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，陈浩南和山鸡早就认识，并且两人是在球场被亮坤欺负后才加入红星，投入大逼哥门下的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点，这部电影洗白了山鸡好色这个特点，但我个人认为，山鸡好色这点是不需要洗白的，这个特点放在他身上本就很讨人喜欢。就算是山鸡一直好色，我觉得问题也不是很大。谁说好色的人就不能驰骋江湖，就不能一字当头？以上看法仅是我个人观点，如果小伙伴们有不同的看法，欢迎打在评论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